之道为使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小关要讲的是一个医学奇迹。他本身是治疗肺癌的医生，在2011年1月却被查出肺癌脑转移，当时被医生判定为很难活过100天。如今10年过去了，仍旧活得很健康。他就是黄山市人民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徐林友。所谓5年生存率，对于一个癌症病人来说，从临床标准来看，可以说是临床治愈了。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接下来就跟着小关一起来还原这位癌症医生的治癌奇迹。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感谢大家。徐林友医师日前被安徽省评为10佳医生护士，并把他的事迹做了报告。他说道，看了20多年的肺癌患者，做了无数台肺癌手术，可以说我接诊治疗了数不清的肺癌患者。万万没想到，我自己却被确诊为肺癌。在2011年1月17日上午，我做完手术，中午简单的吃了快餐，突然间我全身抽搐、扭曲，晕倒在地。等意识稍清醒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 CT 机上。当我被送至病房时，我开始感觉到气氛有一丝诡异，同事们躲着我，护士不肯多说一句话，要看 CT 片子也没有，问病情说还在确诊。我究竟是怎么了？未知的恐惧深深地笼罩着我。我忍不住侧着耳朵，想要探听同事们在门外的交谈，隐隐约约听到了肺癌的字眼。难道我得了肺癌吗？出于医务工作者的敏感，我不由自主地自问。我想想自己并没有咳嗽、咳血、胸闷、胸痛这些肺癌常见的病症，也没有感冒等症状。当时认为自己患肺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用医生惯有的理性强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开什么玩笑，我是治肺癌的医生啊，怎么会得肺癌呢？当天我就去了上海，住进上海肺科医院的第4天，做完支气管穿刺检查，我估摸着病理结果应该出来了，找护士和医生要，还是没人肯给。我叫来了妻子，问到底是非小细胞肺癌还是肺腺癌。医生含泪说了实话，我猜对了，是肺腺癌，而且是晚期肺腺癌半脑转移。晕倒是因为肿块已经压迫到脑组织了。当我从上海肺科医院胸科专家江格宁主任口中亲耳听到自己的病情为晚期肺腺癌半脑转移后，虽然我已做足心理准备，却还是忍不住绝望了。作为标准治疗程序，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主任江格宁教授建议我进行化疗。我问江主任，您能保证我活过100天吗？江主任迟疑了片刻，回答道，这是无法保证的。因为作为肺癌医生，我心里知道，晚期肺腺癌半脑转移的病人从没有活过100天的。确诊之后的几日，我不停地问自己，我作为肺癌医生，自己为什么会得肺癌？虽然我吸烟喝酒，但很少，并不是老烟枪，也不是老酒友。而我所患的非小细胞肺腺癌与饮酒、吸烟并没有直接关系。我所居住的黄山市地处皖南山区，空气清新，完全没有严重的污染。就在百思不得其解的过程中，我回忆起患病前10个月，我曾有过1个月做了26台大手术的经历，其中3例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每天提前上班，直到晚上12点以后才回家。肚子饿了，饭端在手上也没胃口，简单的吃了几口就瞌睡重重，洗漱完后躺在床上又睡不着，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将近1个月。
当我看到3例并发症的患者恢复正常，这才放松了紧绷多时的神经，却马上又开始投入工作之中。反思之后，我认为自己得肺癌的最主要原因是持续长时间的工作压力过大和疲劳，影响了饮食和睡眠习惯。当时我想想化疗的副作用，头晕、呕吐、口腔溃疡、食欲下降、腹泻，也想过难道生命的最后100天就要这样度过？于是我准备回家。不过后来我告诉自己，我是一名医生，怎么能这么快就回家等死？由于确诊时已经出现了脑转移，用我同事的话来说，我的脑部 CT 可以用满天星来形容。肺腺癌的凶险令我有些着急，首先必须解决掉转移到脑子里的肿瘤，只能选全脑放射治疗。化疗暂不考虑，我立刻开始给自己制定治疗方案，开始了每周5天的全脑放射治疗，以期尽快清除脑部的转移肿瘤。频繁的放疗让我体力一点点下降，食欲下降，空腔溃疡、腹泻等副作用开始显现。每吃一口食物都是钻心的疼，为了积攒体力，咬着牙强迫自己吃。幸运的是，很快得到了控制。在实施过程中，面对家人的担忧和患者的渴望，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对活着2字更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强烈渴求。我决心要正视病魔，与肺癌抗争到底，为家人也为我的患者。与此同时，上海的江格宁主任建议我做一下基因突变检测，如果符合基因分型，还可以服用靶向药物进行治疗。我心里也清楚，靶向治疗一般是针对年轻的亚裔女性，效果比较明显，而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又吸烟又喝酒，年纪也不小了，通过基因突变检测的几率很小，全当作不放弃的一点希望吧。希望之光再一次照到了我的身上。2011年1月24日，江格宁教授给我发来了好消息，基因突变检测符合靶向治疗的要求，我可以使用靶向药物进行治疗。我立刻接受了靶向药物。与此同时，尽管放疗的副作用越来越大，平日里身体健壮的我走路都十分困难，佝偻着腰，喘着粗气，但依然咬牙坚持。效果在坚持中一点点显现，在靶向药物和放疗的双重夹击之下，晚期肺癌退缩了。2个月之后，感觉越来越好的我，经过复查，肺部的病灶已经消失，而尚未消失的脑部转移也在一点点缩小，肿瘤正以惊人的速度离开我的身体。在我的强烈要求下，4月1日阔别临床岗位100多天后，我恢复了门诊。2012年的复查显示，体内的肿瘤肿块已完全消失。经历了这一遭，我总结出3个治癌秘籍。1. 改变心态。我给癌症病人治疗和做手术有20多年了，生死看得多，癌症也并不是那么可怕，其中有1/3的病人是被癌症给吓死的，他们恐惧害怕。我见过我的病人在得知患癌症后，精神和意志立即垮了，再高明的医生，再好的治疗方案，再好的药物，都救不活一个心死了的人。而我坚持乐观情绪，这确实更有利治疗，也是我战胜肺癌的一个原因。2. 接受科学治疗，不要有病乱投医。我虽然笑谈生死，可在治疗上不敢含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吃药、放射治疗，虽然副作用很大，头发掉光，全身没有力气，眼角膜充血，可从没抵触过。最后经过尝试靶向治疗，成功的战胜了肺癌。
上海肺科医院胸科主任江格宁在给我检查后，发现脑部癌症和肺部癌症消失后，激动地说，按你的病情，当时是随时都会死亡的，能活100天就不错了，完全没想到能活这么久，还康复了，这创造了一个奇迹。所以患病之后一定要科学治疗，更不能讳疾忌医。3. 改变生活习惯，什么时候都不晚。生病之前我抽烟喝酒，下夜班会外出吃宵夜，患病后我迅速戒掉了烟酒，平时多吃素菜和玉米等，荤菜也很少吃，也不外出应酬了，大多数时间安静地坐着看医学书籍，陪女儿和妻子。癌症病人最忌讳劳累和什么也不干，两方面不能走极端。我在医院住院一段时间后，感觉身体还好，就回家休养，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每天晚饭后，我会出门散步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开始的时候身体虚弱，脚步迈不动，但在妻子和朋友的陪伴下，也坚持走下来了，所以一直走到今天。听了徐林友医师的故事，小关认为不放弃就是希望。不知道关友们有没有从中学到什么？不妨在评论区给大家交流你的感想。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